Hello，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好，我是连怀伟。光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状态是有越来越好。之前就会觉得，就压力很大，就觉得，再一次回来，也不是说面对什么外界，倒是还好吧。但我觉得就是很害怕自己心态会受影响，对，然后就会疯狂的保护自己，说一定不要被这个东西影响。没想到适得其反，就是我太重视不要被影响这件事情了，但是通常就被影响到了。那所以是怎么，就是说这个心结这个坎儿感觉过去了？就是太忙了。想对，就是忙到没时间去想了，就每天舞台一个接着一个，就是根本没时间去想说，哎呀，我怎么样。选曲的话，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顺利，因为在就是互相确认这件事情上，还是花了一点功夫的。舞台的感慨就是，感觉我这次好像比较硬气了嘛，就比较有底气了。之前就很被动吧，稍微有些经济能力之后，就觉得有些事情并不会让自己那么的劳心劳累，就可以用钱解决的事情，就是相对轻松一点。因为之前我根本没有衣服，你看我还得去网上找那个图片拼在一起，对啊，这会浪费我很多功夫，而且我计算机就是那个电脑用的也不是特别好。怎么说呢？相当于用钱买时间吧。我以为会去长隆路，没想到就是又在大厂。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。你看去年，感觉去个南方还是挺舒服的。对，我已经想说，终于可以不用穿很厚的羽绒服了，没想到又来这里。你这都有大厂情怀，你这啊，我倒还好，但还是有啦，主要是就是可能相对喜欢新鲜感多一点的地方，对。但是我觉得这里也蛮好的，至少我还蛮熟悉这里的环境的。只要有人跟我说那个几楼几零几，我就立马可以迅速找到。也是比较有效率啊。害怕问的问题，比如赚多少钱之类的，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的问题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很尴尬这个东西。因为我之前看到网传啊，你好像那个媒体见面会之后是有点心情不好，这么一回事呢？因为其实本来那一天我是想说比较嬉闹一点，回答的那些问题。但后来就实在是觉得，哎呀，算了，就不嬉闹了。我看看你们一个个都很真诚，因为我是真心在他们的眼睛里面看到，他们是希望我这一次能够有个好的成绩，对，所以我看到那种眼神，我就希望自己用真诚去回馈他们。然后下来，大家就之前那些工作人员就会说，小莲，你不是说你要上去就是把气氛嗨起来？我说不，我说他们太真诚了，我就觉得应该真诚换真诚，就不应该去就是让他们闹得好像我这个人就感觉没心没肺一样。我这2年其实也会有舞台，对，但是就是怎么说呢？出去之后的舞台，你感觉是跟自己在，比如说我要展现好，然后来这里就是感觉更加纯粹，就感觉你可以静下心来一段时间。因为我觉得我值得更好，就希望自己更好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，就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人吧。就普通人都会觉得自己想要更好的生活，更好的比如说舞台，更好的什么什么的一切，就会想往好的方向去发展。对。那我能理解，就是因为可能比如当时你的名次第10名，或者是这个中位区，可能出来之后给你的机会，比如是这些。看到你的可能是第10名的小莲，或者更阳台一个小莲，你会觉得如果比如参加这个节目，比如我有更好的一个名次或更好的一些知名度，可能之后工作机会也会更多，或者其实挑选的范围会更大，会这么理解。是会这样子的。就当时可能第十名那个成绩对我来说，很多人其实对我就是觉得我性格挺可爱的。对我其实是有怜悯之心的，没有错，对，就会觉得小莲很可爱啊，可以啊，推她什么什么的，我就觉得挺感谢这些机会的。但是呢，我就觉得，因为想要更好嘛，所以我就不在意自己只会重新来一次。而不是像你说的感觉，就好像很多人觉得，小莲挺可惜的那种感觉，在这种情怀下去帮你推工作。对，就希望大家祝福我。反正我觉得
来这里好好做舞台，我也是很开心的。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很 OK 的。就爱奇艺做节目 OK 了。对，还是会就是有大事的，我本来是只想参加轻的面试了，我觉得就是一种，就像你说那种情怀吧，就觉得就再来一次，而且自己也是有信心会让他看到不一样的我吧。我觉得自己参加创的那个面试，是因为我经纪人不知道哪里道听途说来了一个消息，说创那边的面试他会群体进去面试的，对，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那种体验感。他问我要不要去，反正去试试，我说可以啊，那就去呗，反正报名好像也不需要钱吧，最后怎么还决定来这边啊？这本来就是我第一选择啊，那边就只是去试一试，那边就是去看一下状况。好像有问了说什么，为什么想要再来一次吧之类的这种话。我在家里肯定有想过，他们肯定会问这个问题。然后，当时我本来想那么回答，但是我最后又没有那么回答。我当时是想回说，就是那个成绩，轻易的时候那个成绩出来之后，是有一大批的粉丝吧，就很喜欢我。但我以为那是真的喜欢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什么说什么长相特别优秀或什么样子的，然后有那么多人喜欢，应该是真的很喜欢吧。对，我是这种立场，我觉得可能他们一辈子都不会脱粉吧，但没想到就是现实来的就是非常的快，就是很惨烈，就是但凡你没有继续往上爬，或者是你没有继续让大家看到你的话，粉丝其实是流失的非常快的。对，然后我是想说，来青三就把散落在各地的粉丝重新找回来吧。这个是你真实的一种想法。真对啊，你知道当时我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关注，本来就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，在这种方面就觉得突然那么多人喜欢我，那他们是不是就是真的是喜欢我而不会脱粉的那种。以前就听到说什么脱粉，就觉得是一件就不太可能的事情，后来发现真的慢慢在消失，然后就觉得哎呦，你确实这段时间已经停止了，停止了曝光的机会或什么什么的。可能说直白点，可能就是之前累积的一些粉丝基础吧。还没有流走的粉丝。对，真的很辛苦他们，谢谢他们，就是日夜为我操劳。对。我们两个，我想初见面的时候吧，我这个人就是别人向我投出善意的话，我也就是会以善意回馈的人，好像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就感觉他的眼神跟别人很不一样吧，我觉得很真实。你们俩开始有一个交集。我们的交集是因为他的那个同公司的一个训练生，他会来先找我，然后后面我去找他，没想到他就牵线了我和孙一航。那你什么时候你会觉得，你们俩是能成为好朋友的人？我对他这人特别好奇，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点，我会想要去研究。对。啥呢？你举例子让我们听听。就比如说他会官方到一定的程度，就是会让你官方到你害怕。就比如说我们老师在上课，然后老师说孙一航这个动作怎样，他会鞠躬说好的老师。就是只要老师说孙一航这个动作就是啥，他就会疯狂的就是说嘛，就是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对官方有礼貌的人。对，就每一次就可能我们跟吴老师熟了之后，也会说啊好的老师，就是他的官方就会让别人觉得有一点距离感，但是还是觉得好妙，为什么一个人能够一直就是只要被 cue 到了，他就会立刻做出那个反应，然后他还会说他会举手举，然后说老师我要去厕所，老师说好，他会说谢谢老师，就来了一个很深沉的鞠躬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你有试图打破他那个壳吗？你觉得成效如何？成效好多了，现在就感觉放松很多。那最近一次比如调侃就是闹啊什么的，是因为什么事？我们从一开始关系很好，然后开始吵架，然后又和好，吵架又和好，吵架又和好，然后现在就在吵架又和好，然后昨天去录那个另外一个节目，对，又吵架了。这是因为啥吵？怎么现在感觉变成了一个什么
恋爱访谈节目，有什么关系？就很郁闷。就比如说我们不是选组吗？我觉得他肯定是会选我的，对不对？他是想选我，但没想到他在选我之前，他跑去另外一个房间了。反正是因为这种，最后我们没能组成队，然后比赛嘛，我们有3组，结果他没和我一组，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回事，怎么没跟我一组？然后他居然也没有就是跟我道歉。我想说啊，行吧，这种事情也吵得起来了。很吵得起来，就是好朋友之间怎么可以不在一组呢？而且比赛就可以携手并肩的感觉，但是我就是那天就状况不是很好，我就觉得为什么这样？然后他也状况不是很好，因为他觉得我一旦只要就是大发雷霆的时候，他就要花双倍的时间来就是道歉这件事情嘛。你是会被哄的别人啊？对，以前我就哄他多一点，现在他就是也不是哄，就是会跟我道歉说，哎，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。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去哪里学来了一招，就是装可爱那个道歉法，就会说，哎呦，我刚才怎么样怎么样，就会这样晃肩膀。我就会让他收敛一点和冷静一点。但今天他有试图想找我和好，但是我还是，哎呀，就再说吧，就这样，他一会儿要来，我们来问一下他什么感受。他一会儿也要来新浪。是你有什么话就顺便。他有没有什么口才？他能说出什么话出来？对，什么话就是想有，比如说希望我们去问他的，或者怎样的有吗？你问一下他对黄睿的评价好了。我是觉得他非常好像还挺厉害的，是真心话吗？真心话。真心话。肯定想 C 位出道啊！我希望自己会有更多更好的进步，